好多人的胜利，从经商到人生到创作到战争，很多人就是胜利在时间上了。多少次战争不就是时间上的优先而让自己取胜吗？你们当然没这感觉，你没有以为这是在作战。有人说人生如一场戏我说戏中人在作战，你弄不好就是被灭掉的那一方，你被灭的原因就是比别人慢了一点，所以这个抢时间这个机会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在于学习上头。1年能干成的事情，如果干3年就没有那种成就感了。人生有多少个3年可以度过？1年多少天？100年呢？活100年才活3万多天，才3万多天了。所以你也浪费1年，就是300多天，你不就等于就混过去了，蒙过去了？这不等于骗自己吗？人拼命活才活3万来天啊，多可怜呐，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珍惜时间，拼命做事，要像狼饿了18天之后见到食物一般去工作去做事。道和禅给我们的启发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心中的目标是什么，你的诉求夙愿是什么，它就会给你相对应的你所需要的东西那怎样才能得到呢？诚心。你想得到这种灵感的启发，要诚心。你想让自己健康，还是诚心。你想让自己得大智慧，还是诚心。就是一心不二，所以也称为叫做不二法门。你说师父讲的道理我还没有完全看透，没有关系，佛我也没全看透他，但是我相信他是大慈大悲的，我就跟定了就可以了所以禅是很奇特的，所以我们去应用的时候，想让自己更有悟性，更有灵性让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更加多彩，更加成功更有魅力更有智慧更了不起，你都可以去把它修下去。那么修的方法就是越诚心收获越大越假心越收获越小，诚心多大收获多大。9981难，少一难你都不圆满了。他们学会的不是反抗，他们学会的都是接受。在佛教的很多修行人最有特点的一点就是，他们学会的不是反抗，他们学会的都是接受。因为也有一个理论思想，就是因果的这个论述说今天我受的苦是我过去没做好，今天我失业，说明我的基础没学好，
今天我失业，可能我工作没有做得认真，老板才辞掉我。今天我失业，可能我的人际关系没有做好。所以佛教的人先学会接受，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少一点反抗，反抗是你想不通，学会接受，说明你想通了。想通了之后不会埋怨，不会生气。想通了，接受了是不生气的，而是把它消化掉了，所以不容易得病。所以很多佛教的人通常都是心宽体胖，心中自在啊。有一点小事情总是斤斤计较，斤斤计较，尤其是很多记性特别好的人，记性好、心眼又小的人，就是很痛苦的人。所以心胸要博大，要宽容，千万不要抓住眼前的得和失而产生烦恼。现在你此刻的你所经历的苦，我认为是该苦。学习孙悟空、猪八戒那师兄弟儿几个和唐僧和师父一起去取经的过程，取经当中那991难，哪怕到了第80难的时候，说这一次我见到佛了，我这见到还是个假佛，还上当了，还得花买路钱，还要花门票，要上西天还花门票钱的，还是骗子。这个佛还是个骗子，是个佛的一个虚像出现。最后佛怎么说呢？说991难，少一难你都不圆满了。少经历一种痛苦，你就缺乏了一种智慧呀，缺乏了你对治这种烦恼的智慧。所以991难，少一难你都不能成就的原因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少经历一种痛苦，少经历一种是非，你就没有这方面的智慧。有的人经历一次还不够，所以多经历几次。所以我们看《西游记》的过程之中《西游记》这个电影故事的时候，其实作者也是用心良苦他就是说这个人生要变得完美其实你一定要经历这些苦，少了一种苦人生就真的就不完美非要把这一些的磨难，把这些苦都经历完了，才发现这个磨难原来不是磨难，是成就之路。有一位年轻的同修人又年轻，学历又好这个大脑也很好用，给咱们这个道场服务的时候，和他聊天，在这坐的还开心还行，说着眼泪流出来，还行，为什么流眼泪呢？我做好了，有师兄嫉妒我这里不像我想象的天堂，所以我烦恼了他想着我肯定会安慰他，会问谁诽谤你了，告诉我打他屁股去。也许希望得到这么一句，我不是，我告诉他，这是你该经历的。别人对你的嫉妒和诽谤就是你的镜子，如果你眼前出现一个比你还能干的人，你会不会嫉妒呢？对，说实话，可能我也会嫉妒。对，那我们是不能没有嫉妒心的我们应该消除嫉妒心，对不对？我说不会，就看你怎么样用自己的嫉妒心。让我的话，我嫉妒你，但是我要做得更好。我不会说你往上爬，你比我爬得快，我把你拽下来，我再爬。不是，我要自己努力，我要爬得更快，我要爬得更高，而不是把对方害了，明白吗？对，要善用自己的一切烦恼心。如果嫉妒心而不害人，我要拼命努力，对不对？你功夫高，你觉悟好，你度人多，好，我要度更多的人。好，你度人多，我把你一锤打死。你觉悟好，我把你放药杀了，这个不行，这是伤天害理
所以善用嫉妒心呢，好，我有嫉妒心产生了吧？好吧，我变成我向上的动力，而不能去伤害。那这样的嫉妒心是非常必要的，你们觉得呢？是对的哈。所以不是说我们学佛，我们这一切的贪欲之心都没有了，而是要学会善用自己，用慈悲心做主，用慈悲心做主。请大家记住哈，慈悲心做主，再去善用自己的某些凡俗人的心理，嫉妒心、嗔恨心，不要恨别人，恨自己。为什么这么懒惰？恨自己懒惰的人怎么办呢？就要勤奋。所以那些负面的心理，我们要把它调成正面的心理。比如我贪婪，我要学着用布施的行为，就对治自己的贪婪。用自己的小心眼儿，太贪欲、太自私了，我要用宽容的心。太爱自己，我要学会去爱众生、爱社会。你谈恋爱不算爱众生，那是私爱，是你自己的生理、心理的需求而爱的，那是自我的贪爱。为了众生的利益，为了社会的利益，才是博爱，才是大慈大悲。通常站在这个角度思维的人，将来才能成为大人物，才能成为高境界的人。我们很多的苦包括所有的病，它根本引发的原因呢，其实还是我们的精神世界，也就是万念由心，万事由心，一切苦和乐都是由自己的心，也就是精神世界。这个过程这很像那个有一种长珍珠的那种蚌壳一样。比如说这个长珍珠这个东西呢，它一开始就可能一粒小小的小沙子，可能在它的皮肤下或者肚子下面，慢慢的开始温养，它不断的吸收着海洋当中的一些物质。珍珠是这么做成的，那有很多的肿瘤、很多的疾病也是这么生成的。有些人的癌症或者那个肿瘤，有些是生气造成的。你看生气不就情绪吗？情绪积累在某一个脏腑当中，长时间不断的积累，而不能够把它释放了，不能把它变成液体、变成气体走了也就好了。它没有释放不出来。最后积累就变成肿瘤，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能够懂得这个道理，用一个更高的世界观、更高的思维方式来重新的面对世界间的一切。拈草为药就能治病，是你心中有没有爱这个草。拿起石头来就能把人的关节炎给治好了，是你懂不懂得石头。拈草为药，用石头治病，这些听起来不可思议的行为，却蕴藏着深奥而又简单的佛法——慈悲。金菩提上师从自身出发，为年轻人讲授佛法，
上师独特的见地直射人心，令在场所有的年轻人震撼不已。能够造福整个社会的人，一辈子救了10万人的人，想养活自己养活爹娘太容易了。我大言不惭的也说到我自己，我也想赚个钱给爹娘买个房子住，我相信太容易了，我都不用功夫，我就每天迷迷糊糊的，我都可以让爹娘生活得很好。我每天打着瞌睡，流着哈喇子，穿着一双比济公还烂的鞋，比他还在糊涂，我都能生活的比你们要好很多。老子都会觉得天下第一，因为心中的自在，对世界的认识，你能去融于这个世界，融于自然，善待万物，你到哪里不成功啊？拈草为药就能治病，是你心中有没有爱这个草。拿起石头来就能把人的关节炎给治好了，是你懂不懂得石头。这是需要慈悲加博学呀。你们真以为我就啥都不懂，读那么点书，我读书方式和你们不一样而已，我只是枕书而睡。也许是前世读的东西，那今世你们说，你们说着我听懂了，你倒糊涂了。就是这样啊，是首先有一个大慈悲心，但你能够融于万物、爱万物的时候，这万物都让你懂了去。我刚才讲的是特殊的法，有的人能听懂，有的人听不懂，听得懂的人将天下无敌。你的目光要博大啊，就是一个将军要死在沙场上啊，一个英雄死在战场上，死在人生最精彩处啊，这就是英雄和非英雄的差别，英雄和小人的差别。小人不是指坏人，是心胸太小的人，眼光太小，想得太小啊，小心眼儿，很多病是气出来的、蒙出来的，还有忧郁症等等这些病，光关心着自己呀，不行啊，我这样不舒服了，那样不舒服了，哎，其他的事全埋怨别人的。你应该这样想，好好干活，先找个活干再说，先管吃饭，要这样，什么病都好了，闲出来的。从精神的疾病到肉体疾病，差不多都是这样子。哎，心胸博大，生气就少。你知识渊博，才能读懂别人。读懂别人，你还不会轻易生气的，对不对？你那个不到1岁的娃娃抓你脸一下，你真往死里打他呀？孩子嘛，不懂事又爱你，他手那根本没准儿，是不是？抓一把还挺幸福呢，对不对？哎，你反而更亲他，更爱他。哦，对别人呢？对。举一反三，所以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心胸，可能就从这一刻开始改变，啊！好，跟我复习一下哈。男人能忍，难行能行，心胸博大，做大事业。心如大海，容纳一切，不做懒人，说到做到。你如果真给我这么喊了，也就开始有了这概念了啊！
你的人生就从现在就开始改变。如果没有前生，如果没有来世，如果人生只有一次，我干嘛白活一次啊？我要好好的活的，我要活得最精彩，我要产生我最大的价值。要有一个极强的心，极强的什么心？慈悲心、责任心、上进心。如果你有，你一定能成功。你是遇上我这样的师傅啊，我这样的师傅就是说，你就是一块烂石头，我都要把你变成钻石，让你的人生变得无比的精彩。我们这里的年轻男孩女孩们，我都是把他们培养成菩提的大讲师、大禅师、大的组织者，跨国跨地区的组织者，他们未来都是这样的苗子。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为社会去做一些事情，因为我们还尤其是年轻人，我们的能量还没有定位，也就是你是无量的可开发，你的能量是无限的使用，可以今天遇上高人，点拨你成为高人，你就是高人遇不上高人，你可能你自以为自己就是一个最低级的人了不是这样的。年轻人，你只要听得懂我讲话，你只要乐意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精彩，更加有能力有魅力去服务这个社会的话，你听懂了，你开始去往那个方向去努力，就离到达它就不太远了。注定一生要做的事情是社会的责任和使命感，就是我们既是社会中最高级的人才，我们应该去服务于社会，创造这个社会，改变这个社会。一个最低级的人才只想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所有的菩提弟子，我建议有一个特别难听的词语，在我心中，在我的血液之中一直奔腾着在做人上要做最好的人，在做事上要最要命、最拼命。拼命三郎我觉得还不够力量，要像狼饿了18天之后见到食物一般去工作去做事，要有这样的冲力，你才可能得到一点成就。别再犹豫，明白了就去做。